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行程表回应年龄焦虑，事业是她的答案；时光淬炼，角色绽放，她的演技答卷写在光影之间。谭木还在追问，35岁了，为何还不结婚？可谭松韵的行程表却早已给出了最有力的回应，她把时间交给了片场，而非情感。从年初到年末，她的日程几乎没有空档，剧组拍摄180天，商业活动48场，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剧本，唯独与角色研究。有人调侃她是内娱最忙碌的女演员，但她自己却淡淡地说，能拍戏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能演出生命感的角色更少。双引号，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从容不是停下脚步去回应质疑，而是继续奔跑，跑出自己的路。她的时间流向了角色，而非焦虑。归路播出那天，她在微博之发了一张剧本的照片，配文简短录在脚下，没有煽情的文案，没有解释年龄、情感、婚姻，她只是交出作品，收视率却悄然登顶，成为年度都市爱情剧黑马。这或许是她最沉默也最有力的回应。有网友翻出她多年前的采访视频，谭木里满是替她着急，可她笑得淡然，演员的时钟不以婚恋为刻度。双引号，在别人的日历上，时间用来丈量年龄与婚姻，而在她的世界里，时间流向了片场、角色与剧本。她把感情空出来，是为了让角色住进去，撕掉滤镜，演真实的自己。在请叫我总监里，她饰演职场新人柠檬，那是一个没有少女光环的角色，疲惫、焦虑，被生活推着前进。谭松韵在镜头前素颜出镜，眼袋、细纹、倦容都清晰可见。这份真实，在以滤镜为生的娱乐圈里，反而成了稀缺的勇气。她没有选择掩饰，而是让这些瑕疵成为角色的一部分。柠檬的焦虑、无力、坚持，都藏在那些不完美的表情里。这份敢于袒露的诚意，比任何少女感都珍贵。演员的清醒，靠作品活，不靠热搜续命。在当下的内娱，话题热度几乎等于存在感，但谭松韵偏偏是逆流而行的那种人。她几乎不炒作，不造人设，也很少回应八卦。从锦衣之下灵动机敏的袁今夏，到锦心似玉中隐忍温婉的罗11娘，再到逍遥中内心黑化、冷艳孤傲的仙侠女主，她的每一次转型都精准地踩在观众审美的节拍上，而每一个角色也都成了她对年龄焦虑的回击。她用角色说话，用作品延续生命的重量。这种清醒，在充满流量与虚荣的行业中尤为难得。她的同行，她的对手，她的盟友。待播的《兰香如故》里，她饰演复仇孤女，潜伏10年只为真相。戏中她经历背叛、磨难与成长，戏外她的职业生涯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修行。在《逍遥》中，赵丽颖甘当配角，与她一同用演技对话，两人无争无抢，靠实力搏位。这不只是演技的交锋，更是一种女性力量的展现。在男性视角长期主导的影视叙事里，他们以角色发声。女人不只有年龄与情感的焦虑，还有事业与梦想的维度。35岁该活成什么样？有人说，35岁的女人该有稳定的家庭。有人说，演员到了这个年纪该转型幕后。可谭松韵选择了第三种答案，让作品成为她的家庭，让角色成为她的孩子。她用行动划掉所有标准答案，让岁月成为她的助推器，而非限制符。正如她在微博里写的那句，路在脚下，这条路没有终点，只有新的起点，而这条路正在通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冻龄演技的胜利，谭松韵们如何打破少女感魔咒。镜头前，她们穿校服，绑马尾，笑靥如花。30加、40加的年龄标签，在她们的表演里统统失效。被镜头偏爱的超龄少女，谭松韵咬铅笔，皱眉盯试卷最好的我们，镜头推进。那一刻，她就是耿耿。校服领口微皱，嘴角还沾着早餐酱渍。那时她26岁，演一个高中生，观众却买账了。3年后，以家人之名里，她又成了30岁的李尖尖，蹦蹦跳跳，书包带滑落肩头，自然的像呼吸。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张嘉宁、薛凯琪、刘亦菲身上。她们早已过了少女的年纪，却依旧能让观众相信，那一刻的她们真的18岁。这就是冻龄演技的魔力，冻龄脸的生物学骗局。娃娃脸从不是少女感的通行证，谭松韵的新型脸确实天赋下巴圆短，颧骨柔和，折叠度低于15度，但真正的减龄密码藏在她的动态里。李尖尖做鬼脸时，苹果肌自然推挤，眼轮匝肌随笑而动，这些微表情没有被医美阻断，所以她的脸活着，呼吸着。同样，刘亦菲在《致青春》原来你还在这里低头捡笔后颈碎发沾着汗水，那份生活感让角色立刻鲜活起来。真正的少女感不靠玻尿酸，而靠生命流动的痕迹。演技才是对年龄的降维打击。张嘉宁被问扮嫩秘诀，她晃了晃剧本说，林北星会因为失恋啃3明治到噎住。这份真实比任何护肤品都有效。谭松韵在处理耿耿的暗恋时，手指抠着书包带，指甲油斑驳脱落，那种笨拙与羞怯是青春期特有的质感。他们用生活的细节打磨出年龄无法剥夺的青春。观众迷恋的从来不是少女颜，而是被他们重新唤醒的青春幻觉。影视工业的少女感悖论，导演的选角表上总写着16至22岁，可真找高中生演戏，镜头下的眼神却常常空洞飘忽。于是谭松韵们成为了破局者，他们用30加的人生阅历蒸馏出15岁的纯净。古剑奇谭的制片人曾说过一句话，真正的少女感是70%的专业技巧，30%的生命体验。双引号。当40岁的薛凯琪扎起高马尾，在雨中奔跑，灯光师把顶光调柔15%，镜头吃掉了她的细纹，却留下了眼角的星河。那一刻，观众的记忆被唤醒，时间折叠，青春重映。真正的防腐剂在片场，而不是针头里。他们不注射胶原蛋白，而是注射信念感。谭松韵拍吃戏时真吞下8碗面，张嘉宁为追公交练出小腿肌。当整个行业沉迷于 AI 换脸、滤镜美颜时，这些超龄少女用汗腺分泌青春。镜头是残酷的，它放大每一条细纹；镜头又是仁慈的，它也照亮了严厉的光。那一抹光是任何医美都复制不了的，那是生命本身的原浆。尾声，他的答案叫继续走。有人问谭松韵害怕变老吗？她笑着说，如果时间能让我变得更有故事，那就老得值得。双引号。这句话像她的人生不惊艳于一时，不争吵于口舌。她用稳稳的努力，把每一个角色都活成了时间的注脚。岁月或许会在脸上留下痕迹，但她的心与角色共生，每一次灯光亮起都是新的青春。在这个追求快、追求爆红的时代，她却用最慢的方式走出最远的路。谭松韵的答案不是解释，不是辩白，而是继续拍，继续演，继续热爱。她让我们明白，年龄不是定义，焦虑不是命题。当一个女人把全部热情交给梦想时，她早已赢得了时间的尊重。
正如他所说的那句：“路在脚下。”那条路不只属于他，也属于所有在成长中依然选择勇敢前行的我们。